我们可以趁着没有人的时候来看看这个江啊。你看啊，这个地方呢就是灵山岛间，这个地方还搞了一个驿站啊，这应该是条所谓的情侣路的配套的工程啊。你看啊，现在都是表面文章，把这个地啊搞得五颜六色的。我现在呢已经在福州大桥的边上了，我们来看一看，眼前呢就是福州大桥，就是通往龙穴岛，也就是南沙港的一座大桥。嗨，大家好，今天没事到南沙来转一转。现在呢，我在南沙的惠谷西区，这边有一条滨海骑行道啊，也叫南沙情侣路。前段时间呢已经开通了，其实去年9月份就已经开通了。我也曾经来这边骑行过。这里的右侧你看啊，围壁的里面呢要建一条马路，就叫南沙的滨海大道。其实滨海大道在某一段呢已经建成了，以后应该是连成一片了。刚刚我就是在左前方那边的灵山岛间，还有身后的横沥岛间那边开车转了一下，就感觉怎么说呢，起了一些楼，绿化也搞得不错，就是没有人气啊。就想象这边也没有什么私营的企业，全部都是由国家拔苗助长的那些国有资产的大楼等等吧。总之就是一个雄安的翻版，对它是越来越没有信心了。但是这些跟我们只是借道在这边骑行一会儿的人来讲没有太大关系。我们照样可以在这条1年没到已经有点陈旧的，因为我看这个道路的蓝色已经褪色的很厉害的这条骑行道上面，随着骑行一会儿。那我的家人呢就开车到前面的某个地方去等我啊。今天气温还是比较高的啊，太阳洒在身上，有点炙烤的感觉。我先从这边往前稍微去骑一段，等一会儿呢，我就会再调转头来，向着我刚刚来的这条路再骑回去。我们可以趁着没有人的时候来看看这个江啊。你看啊，这个地方呢就是灵山岛间。这个地方还搞了一个驿站啊，这应该是条所谓的情侣路的配套的工程啊。你看啊，现在都是表面文章，把这个地啊搞得五颜六色的，也搞了一个供大家休息的楼吧。也就是这么一块地方啊。相信呢，再过1-2年吧，这边滨海大道修好以后啊，这个骑行道啊，
应该还会再整理一遍啊，边上的绿化等等呢都会重新再搞一下。好，现在我就掉头往回走了。这边骑过去，你看啊，这个栏杆的外面啊，都是一些水生植物，应该都算湿地吧。现在应该是汛期了，端午前后龙舟水的时节，所以从北江、西江流下来的这个水啊，夹杂着很多泥沙，所以这个江面看起来呢是比较浑浊的。刚刚我从环市路开车过来啊，就看到边上很多的工厂都已经停工了，有些都搬空了。然后在大冲站那边呢，很多的村庄也都拆除了，正在起住房、起高楼。虽然南沙还是缺乏产业啊，没有什么让大家觉得能够有大发展的机会，但是呢，这边建成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大量的拆迁，最后呢都变成了楼房。那唯一的问题呢，就是能不能让这些楼房啊都有人来住，然后呢有更多的产业能够进来，让大家有更多就业的机会啊，这些呢都未知数。这里有很多水闸啊，这边好像前面还有一个码头，这些应该都是海事的码头吧。你看啊，这边是有一个码头的，但是并不是客运码头。从这边呢就可以看到前面有一座红色的桥，姿态还是挺美的，那就是明珠湾大桥，就是连接南沙和对面的万顷沙的一条交通要道。回到广州以后啊，进入到一种蒸笼式的模式啊，就是每天都是33度到36、7度这样的高温天气，并且呢，每天都会伴随着阵雨、雷雨啊。这个时间呢也没有办法确定啊，就是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不下雨。所以最近出来就少一些，骑行呢更加的望而生畏啊，因为实在是温度太高了，特别是长距离的骑行呢，对身体是没什么好处的。所以最近也就是在住所的周边稍稍的趁着几个小时的相对气温不是很高、不下雨的时候出来转转。
除此以外呢，就只能是以另外的一些活动来打发时间了。但是今天呢是一个例外，我们其实也就是开着车到南沙来转转而已。但是觉得还是想在这条好不容易建好的骑行道上来骑行一下，来感受一下南沙这个大湾区地理中心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一段路呢都已经建好了。这个是什么？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面对的这么一个大的建筑物。那它门前的这条海滨大道，其中这一段已经建好了，以后呢就是从这边要继续延续下去。从这边开始呢，这条滨海大道就一直在施工的状态啊，围壁的严严实实。其实这段滨海大道啊，并不是很长，所以要建起来应该也很快。大概相信到明年年底应该贯通了吧。看到前方乌云密布，刚刚开车在南沙的街道行驶的时候，已经淋到了几滴雨，估计今天一场大雨应该是跑不了的。就这条滨海大道呢，最难的施工的路段就是那些河冲，就是水道的水闸的地方啊。从这边看过来啊，前面的就是恒利岛街那个金融什么会址，但现在挂的牌呢是南沙的会展中心。当然，不管怎么说呢，南沙也在发展之中啊。就每过一两年呢，就会有一些新的变化。虽然说整体感觉呢，那就是要等到10年、20年以后了啊。但像这些骑行道、小片的绿化带，还有马路边上的绿化等等啊，那这些呢都是每年都在推进啊。不知道为什么骑到这边好像有一些凉爽的江风扑面而来，可能是跟前方啊乌云密布、快要下雨的天气有关了。从这边看呢，明珠湾大桥就更加清晰了。现在太阳没有那么晒了，就感觉真的凉爽了一些，这还是不错的。
看这个江门水道里面啊，停着的船是越来越多了，就不知道是避风呢，还是把它当成了一个停船的地方。左侧这个围壁的里面呢，正在进行滨海大道的施工，在里面呢就有一个新建的学校，以前呢是英国的一个教育集团叫休斯贝利，那后来呢，应该大家都知道原因啊，这些外国人在这边都跑得差不多了，所以现在被霍英东他们英东集团下面的一个教育集团收购。当然它也号称国际学校啊，性质呢已经有所改变了。我们到这边来看一看啊，这就是胶门水道，也差不多就是珠江的入海口这边了。正面对着的就是明珠湾大桥，可以看到这个大桥还是建得很漂亮的，我们也是看着它慢慢建起来的。现在已经打雷了啊，那我就稍微骑一下，赶紧回去了。看来今天只能蜻蜓点水似的在南沙的惠顾西区的情侣路这段骑行道上呢，稍稍的骑一站而已。现在已经来到了明珠湾大桥的桥底下了，我们在这边稍稍的站一站，观望一下。这边呢还没有通过去啊，因为前面有一些公交单位还没有搬走。这个大桥虽然给你留了安装电梯的位置，但是并没有电梯，只能走路上去。右侧呢，本来贴着江边应该是拉直这条骑行道的，但显然并没有。这边有单位啊，所以等到搬走以后才有可能把这个骑行道拉直。这边呢已经来到了村里了。这里呢有一个公交站的终点站，这也是这个村的一个村头了。到了这边呢，这个江门水道的江面就非常的开阔，
江上也有一些鸥鸟在飞翔。这边风就大了，可能前面的乌云也更重了。我们努力骑到前面的福州水道，然后就掉头回来。看这个走菜还有一些当地的居民的房子没有搬走，站在这样的位置实在是太好了，出门就望江。虽然呢这一段只是比较简易的骑行道，但是跟1年多以前呢没有贯通的时候相比啊，这已经是非常好的路段了。你看啊，前面颜色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先通段和后通段之别。这一段呢，就已经是在之前就开通的这一条骑行道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左侧面江地方呢，起了更多的高楼啊。这个高楼长得真的很高。自从呢用骑行的方式作为健身，那每天呢都希望能够稍微骑一段啊，多少能够活跃一下身体，同时呢也让肌肉多一些对于运动的记忆。所以但凡有可能呢，还是会在家的周围，当然有时候也会开车去到某个地方呢骑行一下，或者说呢开车去到某一些地方，顺带也会骑行一下，就像今天这样。南山呢距离我住的地方大概60-70公里了，开过来也不是特别远，但是时不时过来，因为毕竟这边呢已经到了珠江口的入海口了，所以这边的还是有一些海边的感觉，所以这个马路也叫滨海大道。那我觉得有这样的机会来骑一骑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今天你看啊，就阴天，虽然什么时候会下雨不知道，但现在骑着呢感觉还比较的凉快。好了，我已经看到前面的福州大桥了，我们就到福州大桥这边去打卡，然后就返回来往回骑。今天在车上还聊起了，就那些早早在南沙抱着对未来的憧憬买房的一些朋友吧，都有点失算了，大家不约而同的都买在了高点，这个也没办法，你也不能说大家就被当作韭菜，
当然，你只要持有，并且自己经常来住的话呢，我觉得也不坏啊，算一个度假房吧。未来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让自己的房产升值？那我觉得取决于南沙这块地方啊，是不是真正迎来发展的机遇，尤其是国内外的一些高附加值的产业企业呢，能够进驻南沙。如果不是的话呢，那真的完全有可能成为另一个雄安。好，这里呢已经骑到了福州大桥，桥底下呢，回到前面去站一站，就掉头往回走了。好，我现在呢已经在福州大桥的边上了，我们来看看，眼前呢就是福州大桥，就是通往龙穴道，也就是南沙港的一座大桥。看到前面的珠江出海口的地方非常的开阔，但是呢阴沉沉的天气啊，恐怕很快就要下雨了。好了，我就在这边掉头吧，从这边呢骑回我跟我家人约定的地方。好，这次从福州大桥的桥底下经过，现在顺着原路返回。这条骑行道呢，应该做的还是很不错的，非常的宽敞。边上呢也有很多休息的地方，甚至还有体育的设施，球场都给你做好了。我不知道大家住所周边有没有这样的骑行道，可以让你每天早上或者是凉快的时候骑车或者走路。那我觉得大家应该内心会有这样的向往吧。那我是经常喜欢到周边的地方到这种绿道上来骑着。那么我最喜欢的就是在水边的绿道上骑行。这条马路的里面就是我的右侧，起了很多的住宅楼，有些呢10多年以前就已经起好了，有些呢应该是更新式的、更高大上的住宅楼。那不管是谁肯定到这边来买房子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但是呢更多的人可能是为了追高，
就觉得房价总是会涨，他不知道你是掉下来会很长时间停在那里就看你的定力，还有呢就是你买这房子到底是为了干什么。那有些人呢就是觉得这个地方的房子呢相对还是比较低价位因为跟城区的中心来比较但它的景观它的环境呢却更加的优美，就有些人甚至会把城区的房子换到这边来享受更好的这种水天一色的景观就没有那么多人打扰的安静我觉得这些都没有错，但是肯定呢就没有城区那么热闹和方便。好了，现在我又骑回这条后来建的骑行道上了。右侧这些面江的房子会不会被拆掉现在还不确定。但如果这房子能守得住的话，绝对是望江的好的地段了。好，我又回到了刚刚经过的这个村的村头了。我不知道这个村名是不是叫坑塘村那附近有个车站叫坑塘站。这样的一条小村会不会被拆掉呢？好，现在呢又回到了明泽湾大桥的桥下了我们从这边再往回骑一点呢，就到我们汇合的地方了。这个桥底下有做成了一个广场这里还做了一个供大家休息的建筑物。右侧呢还在施工，以后会有更大的一片绿地和休闲的一些设施这条骑行道在修建以前和修建之后呢，其实都是很多人的但现在呢，因为要建滨海大道这边都围闭了起来，所以也几乎没有什么人，更看不到车停在这条第二马路上。好了，大概也骑了个5-6公里了就达到了最基本的健身目的了。那我就在前面的一个路口拐进去，接到天海湾，跟我的家人去会合。我们改日出行再见，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再见，拜拜。